今年7月13日，美国空军正式向波音下达了第一批 F-15EX 的订单，以11.92亿美元的封顶价格，在2020财年采购8架 F-15EX 战斗机。虽然单价算起来高达 1.49亿美元，但这其中包括了一次性的前期工程开发成本和相关的支持服务费用。美国空军后续还将在2021财年采购12架，从2022到2025年持续采购64架，总数将达到84架，总额不超过 228.9 亿美元，包含研发、制造、测试、认证、交付、维护、升级等全部费用。合同还包括一项多达200架的选择权。空军预计将购买至少144架，单位成本可望被控制在8770万美元。这是波音公司的一大胜利，将给圣路易斯工厂的 F-15 生产线带来第二春。在波音737 MAX 全球停飞， KC-46 加油机被空军退货，以及新冠疫情造成航空业大萧条的背景下，显得尤为宝贵。F-15 原型机首飞于1972年7月27日，距今整整48年。F-22 早在9年前就已停产， F-35 交付量目前已经超过555架。美国空军在进入4代机时代1/4个世纪后，还在改进一款非隐身的3代机，让它服役到2050年代。这种做法真的让人跌眼镜，完全不像一贯以来力求在技术上领先对手一代的那种霸气风格。F-15EX 到底是务实之选，还是波音为了自己的利益向政府施压的不光彩所得呢？ F-15 的发展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中期，深陷越战泥潭的美国空军多次遭遇 F-105、F-4 等高性能2代机被老旧的米格时期击落的尴尬局面，为此下定决心验证一种代号为 FX 的下一代战斗机，以确保美军的空中优势。1965年10月，美国空军正式拿出规格说明书开始招标，有8家投标，包括麦道在内的4家入围进一步开发，并提出了500多种设计构想。通过对越战空中战力的大量分析发现， F-4 这样的大型全天候导弹截击往往发挥不出高空高速远距离导弹拦截的优势。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空导弹的可靠性远低于预期，另一方面受众多政策和交战规则方面的限制，美机必须目视识别目标后才能发起攻击，不得不被拖入中低空和米格17、米格21等轻小灵活的日间战斗机进行并不擅长的近距离格斗。而且美国空军飞行员在当时很少接受格斗训练，额外添加的对地攻击能力给空战性能带来很大的负面作用，已经不能适应当时的空战环境。于是1966年10月，所有方案都被退回重新设计。苏联在1967年将米格25公开，频频打破世界飞行高度、速度和爬升率记录。情报显示，它是一种集高速度、大航程、高机动性和大功率雷达于一体的超级战斗机，甚至对 SR-71 黑鸟构成巨大威胁。对它明显高估的美国空军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海军联合采用 F-111 的计划告吹后，海军转而投资 F-14， 并认为它同样满足空军 FX 的全部要求。内忧外患之下，空军把 FX 计划的优先级别提到了最高，并采纳了空战老鸟约翰·伯伊德少校和他的战斗机黑手党苦心钻研提出的能量机动理论，第一次把充裕的动力和高机动性放在了战斗机设计的首要位置。放弃时髦的变厚掠翼，将最大速度指标降到 2.5 马赫，缩小体积，减轻重量，采用单座，通过高推重比、低翼载提高机动性，这就是日后名满天下的 F-15。当时提出的口号就是没有1磅重量用于对地攻击，以纯空优设计力图压倒震惊整个北约军界的米格25。1968年9月，美国空军提出修正过的招标文件，设计需求为单座双发，空对空任务最大起飞重量18吨，最大飞行速度 2.5 马赫，空战推重比达到1:1。投标的4家公司中，通用动力被空军刷下，剩下的费尔查尔德、共和、北美罗克维尔和麦克唐纳道格拉斯进入概念规划研究阶段。英式战斗机最初的型号为单座的 F-15和双座的 TF-15教练型，采用全新的普惠 F-100涡扇发动机，空战推重比达到1:1。
原计划发射25毫米无壳弹的福特飞鸽 JU7 机炮遇到严重的研发问题被放弃，转而安装标准的 M61A 火神机炮。F-15在进气道下采用半埋的保型方式，携带4枚麻雀中距半主动雷达导弹，翼下复合挂架再携带4枚响尾蛇红外格斗导弹和2具副油箱，同时具备非常有限的对地攻击能力。先进的 AN/APG-63 脉冲多普勒雷达具有上视上射和下视下射能力，可以发现在高低空飞行的目标，作用距离达到160公里。F-15在气动上的设计相当简单，甚至没有前缘机动襟翼，只采用了带有固定锥形扭转前缘的大面积主翼。在试飞中发现，特定高度速度条件下会出现抖震现象，为此从第4架原型机开始翼间斜切，平尾前缘增加锯齿，解决抖震和颤震问题。F-15的水炮型座舱高高隆起，只有一个加强框，风挡为单片式，向飞行员提供了360度环视视野。它还开创性的采用了 HOTAS 操纵杆，将常用的开关按钮集成在驾驶杆和油门上，配合屏显实现了手部离杆操作，令飞行员不用低头查看仪表就能实现大部分功能，目光始终注视前方，提高了态势感知能力。F-15采用矩形2元进气口，进气道内设置了4波细可调节板，整个进气口总成可以在大气数据计算机的自动控制下，围绕进气道底部的铰链向下无极偏转，以改变进气口横截面。和可调斜板配合，可以在各种高度和速度范围内自动匹配发动机的进气量。在低速状态下，进气口向下偏转最多能达到-11度，进气口本身也能产生相当大的升力。超音速状态时，还能提供相当于平尾1/3的配平力矩，起到和压翼相似的作用。因为研制年代较早， F-15尚未配备数字化电传操纵系统，它的双重飞控系统一套采用了传统的液压控制，另一套是模拟线传操纵的 CAS 自动控制增益系统。虽然和2年后首飞的 F-16上采用的颈部稳定电传操纵系统相比还有不少差距，但实际增稳效果非常出色。1983年5月1日，一架以色列空军106战斗机中队的 F-15B 在训练飞行中和一架 A4N 相撞， A4N 爆炸坠毁， F-15B 的右翼几乎从翼根处被整个撞掉，只剩最内侧的60厘米。前舱飞行员打开 CAS 和发动机加力后，成功控制住失控的飞机，并在机场成功着陆。2个月后换上新机翼，重返蓝天。1979年开始，麦道转产 CD 型，采用了 PEP2000 升级套件，为 APG-63 雷达安装了可编程序信号处理器，可以在不改动硬件的情况下拓展雷达性能，兼容挂载的新式武器或电子设备。机内载油量增加910公斤，并可以在进气道两侧加装保型油箱，再增加 4.2 吨燃油，或搭载其他电子设备及传感器，最大起飞重量增加到31吨。其他改动还包括增强的起落架、数字式中央计算机和过载报警系统，令飞机在任意载重量下都能飞出 9G 的机动动作。双座的 B 型和 D 型属于同型教练机，主要用于飞行中队内的飞行员培训，后座是教员席，飞控设备和前舱相似。单座型在设计的时候就考虑了座舱的扩展性，在座椅后预留了巨大的空间。除了左侧安装 ICS 内置电子对抗设备外，其他地方就非常奢侈的空着，甚至能半躺下一个人。因此，双座型的机体结构改动非常小，长度也没变化，只是换了一个弧度更大的座舱盖，并略微缩小了油箱容量。1985年起生产的 F-15CD 实施了 MSIT 多阶段改进项目，包括升级中央计算机，采用可编程序物质控制系统，以发射新版本的响尾蛇、麻雀和 AM-120A 空导弹，改进了电子战系统，雷达升级到 APG-63E， 提高了可维护性。最后43架 F-15C 换装了为 F-15E 研制的 APG-70 雷达。日本于1975年12月选定 F-15作为 F-4E 的替代机型，并采购了165架 F-15G 单座型和48架 F-15DJ 双座型。除了电子对抗系统、雷达告警系统和核武器投射能力外，其余和 F-15CD 完全相同。
首批2架 J 型和12架 DJ 型由麦道生产，其余由三菱公司按许可证于1981年到1997年间在日本本土制造，日后升级改装时采用了部分日本设备。沙特在1981年采购了120架 F-15CD，1990年代中期又购买了72架基于 F-15E 的 F-15S 型。除此之外，韩国分2批引进了61架 F-15K， 新加坡则进口了24架以上。在当年6月中旬，该飞弹在屏东九鹏上空成功进行了实弹飞行测试，除了具备原本的主动雷达功能外，还具有反辐射模式，能够抵抗电子信号等干扰，对于空军的意义十分重大。因为台湾的 F-16 战机早已配备了 M120C5 和 M120C7 2种先进中程空对空飞弹，射程可达105公里以上，而搭载天剑2型增程型的 IDF 战机也具备了100公里以上的视距外战斗能力。相比之下，原本几乎未动用的幻象战机联队面临着鸡肋化的境地，因为其使用的麦克中程飞弹射程仅约50公里。事实上，幻象战机曾经是台湾3型2代机中性能最佳的战机，在1990年代由法国出售给台湾的最新款幻象2000年5月改良型，在空战性能上处于领先地位。然而，多年以来，幻象战机也面临着老化的问题，需要像 F-16 和 IDF 一样进行延寿和系统性能提升。战斗机和汽车一样，产量越少的款式，其零件价格就越高昂。全世界总共生产的幻象2000仅约600架，零件成本异常昂贵，且面临着某些零件已经停产或即将停产的问题。据数据显示，空军3种主力战机中 ，F-16 每飞行1小时需要作业维持费16万元。IDF 在性能提升计划后为25万元，而幻象战机则接近80万元，几乎是 F-16 和 IDF 维护费用总和的2倍。若不计入飞行费用，幻象战机1年的维护成本就高达1400万元，可谓费用之高让人啧舌。幻象2000曾是台湾空军重视的主力战机，但法国出于种种原因导致其维护费用居高不下。一般来说，战机服役15年后需要进行性能提升，但在其他2款主力战机尚未完成中寿升级前，空军对于幻象战机的维护费用却异常昂贵，这让人感到无奈。然而，随着凤展计划将全数 F-16升级为 F-16E， 以及翔展计划完成全数 IDF 战机的中寿升级，这2款机型都具备了射程达100公里以上的空对空飞弹可供挂载。相比之下，幻象机队受限于环境压力，无法进行更新，并且无法采购新式武器用于升级，更显得老化。空军对于幻象战机的喜爱程度逐渐减少，而对其的厌恨则随着机龄老化和费用增加而逐渐加深。这样的情景在欧洲大陆上也早已经不断上演，可谓值得借鉴。2017年，奥地利为了节省战机的操作成本，决定提前除役接收不到10年的 EF-2000台风战机。奥地利总共花费了19.6亿欧元，并在2007年7月12日接收了第1架台风。据奥地利国防部长汉斯·彼得·多斯克奇表示，这是遵循了专家委员会的建议。根据该委员会的报告，15架台风战机如果服役到30年，将耗资50亿美元到58亿美元，让奥地利感到难以承受。英国皇家空军也为了节约战斗机的营运成本，决定将16架双座台风战机直接退役。据称，此举可节约11亿美元。EF-2000台风战机号称欧洲最强的制空型战斗机，其与幻象战机在台湾空军中的角色相当接近，但因采用极为先进的技术而导致成本非常高，单机价格高达1亿美元以上，占用使用会太多资源。然而，最近幻象战机将会进行整体的延寿及性能提升工程。军方人士昨天指出，为了提升幻象战机的妥善率及维持后续运作，空军拟投入新编的243.5亿元预算经费，用于续命幻象战机，同时继续肩负台湾海峡高空拦截的重要任务。他指出，空军在过去的预算年度中为幻象战机采购各式零部件、后续技术服务等，也在今年开始进行双座型幻象战机受期延寿的验证案等，但这些购案总金额加总起来都还不到60亿台币。空军经评价认为，维系幻象战力的主要关键在于幻象战机的机体结构、主发动机以及电站系统等3大项。经过争取预算额度或同意之后，
决定在2024年起至2026年新增编列5项采购计划，总金额合计达到243亿5739万5千元。根据年度公开预算书显示，这5项为幻象战机新编的预算项目，其中4项是以开口式合约向法国原厂商采购主要零部件，1项是向世界各地合格厂商采购，包括幻象战机机体零部件外购案91亿2155万9千元，如 M53P2 发动机零部件外购案96亿9168万2千元，电站系统零部件外购案49亿1629万6千元，云母及魔法飞弹零部件外购案5亿0785万8千元，主轮及鼻轮外胎采购案1亿2千万元。而云母飞弹是法国马特拉公司专为台军的幻象2000战斗机而研制的中近程空对空飞弹，该款飞弹至2010年底已经有240次成功发射的记录，命中率达93%。在这期间，台湾成为了该飞弹的第1位出口客户，共装备了960枚雷达及红外线版本的 Mica， 用于其幻象2000机队。然而，因为购置已经接近15年，飞弹零件开始出现受限问题。在2011年，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被委托对云母飞弹的导引段和药柱进行检测，并从中选出可用的品质供幻象战机挂载。2016年后，台湾空军与 MBDA 达成协议，对云母飞弹与魔法飞弹进行原厂延寿工程。台湾空军的3型主力战机各有其优点，综合战力以 F-16战机最佳，能够担负各项任务。幻象战机在高空拦截战力上仍具优势。IDF 战机可以在最短时间内紧急起飞，率先赶抵任务空域。虽然幻象战机缺乏整体性的延寿及性能提升计划，但其优秀的飞行员能够充分发挥战机性能，实现最佳的战力效果。以空军去年底实施的年度战术总验收天龙操演为例，驻守于新竹的空军第2联队荣获空战王和剑靶王殊荣。其中，空军中校庄维博受访时表示，该操演以制空作战为场景，4架幻象2000战机对上4架 F-16战机，在队员操作默契良好的情况下，以己方折损1架的情况下，成功击落了全数 F-16战机。而空军2联队飞官张护远上尉获得了剑靶王殊荣。他在今年1月受访时表示，剑靶王是指战机的机炮射击，以30公里机炮采用电子靶射击，完成起飞拦截的防空操作。他能在这项战术总验收中脱颖而出，感到十分光荣。2017年，台湾空军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和机遇。随着全球军事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及地区安全形势的不断变化，台湾空军不得不不断调整自己的战略和装备，以保障人民的安全和稳定。在新的战略背景下，台湾空军需要更加注重装备的现代化和实战化。F-16、幻象2000和 IDF 等主力战机的维护和更新，成为了当前空军工作的重点之一。然而，幻象2000的更新计划面临着一定的困难，尤其是在零部件寿命问题上。为了应对这一挑战，空军与 MBDA 达成了协议，进行云母飞弹和魔法飞弹的原厂延寿工程。这一举措不仅有助于解决幻象2000战机装备更新的问题，也提升了整个空军的作战能力。除了战机装备的更新，空军的战术训练和飞行员素质的提升同样至关重要。在去年底进行的天龙操演中，空军第2联队荣获了空战王和剑靶王殊荣，这充分展示了台湾空军飞行员的出色训练水平和作战能力。这也进一步证明了空军在装备更新之外，对于飞行员的培训和战术训练同样非常重视。然而，尽管空军在战机更新和战术训练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但面临的挑战依然不容忽视。首先，随着地区安全形势的变化，台湾面临着来自于外部的安全威胁，这需要空军保持高度警惕，并不断提升作战能力。其次，战机装备的更新和维护需要大量资金支持，这对于台湾空军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此外，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未来空战的形势也将更加复杂和严峻，这需要空军不断加强自身的技术研发和作战能力。为了更好地应对这些挑战，台湾空军需要不断加强与国际军事界的合作与交流，吸取他国的先进经验和技术，不断提升自身的战略思维和作战能力。同时，空军还需要加强自身的技术研发和产业建设，提升自身的装备水平和技术实力。只有通过不断努力和提升，
台湾空军才能更好地履行保卫人民安全和领空主权的使命。在未来的发展中，台湾空军将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积极投入到台湾安全和防御建设中去，为维护台湾的安全和稳定提升空军的整体战斗力。台湾空军近期举办了盛大的天龙操演军事演习，这场演习于2023年10月30日至11月3日举行，涵盖了空对空、空对海以及空对地等多种实战模拟，旨在检验空军年度训练的成果。演习中 ，F-16V Block 20、幻象2500以及 IDF 等战机纷纷亮相，展示了其卓越的性能。为激发士气，空军还特设了竞赛环节，选拔出精英飞行员作为榜样。提到去年的天龙操演，那场激烈的空中对决令人记忆犹新。在制空作战中，4架幻象战机在飞行员默契配合下，尽管折损1架，却成功击落所有 F-16V 战机。这一消息对于 F-16的忠实粉丝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震惊。毕竟 F-16战机在全球4大轻型战斗机中享有盛誉，而 F-16V 更是其最新型号。那么 F-16V 是否真的逊色于幻象2500呢？自10月中旬起，6架幻象2000战机入驻台湾空军花莲基地。引人关注的是，这些战机的飞行员并非台湾空军成员，而是来自法国的退役飞行员。他们专程前来与台湾空军进行技艺交流，同时参与幻象2000的延寿计划。回顾上世纪80年代，随着空军主力战机 F-104、F-5、E-F 等逐渐老化，台湾空军开始寻求新一代战机。在自研 IDF 经国号战机的同时，也积极向外部采购。1989年，台湾与法国达成合作，成功采购了60架幻象2500战机，包括48架单座型和12架双座型。这些战机于1997年开始陆续交付。幻象2000战机搭载了 RDY 雷达，具备多种对地对空作战模式，能同时追踪8个目标，并一次性发射4枚云母中程空对空导弹。其独特的外形和单发动力设计，使得幻象战机在拦截高空高速敌机时具有显著优势。在成军初期，幻象战机曾是台湾空军3款新主力战机中的佼佼者，主要承担高空拦截任务。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这3款主力战机中，幻象战机却从未经历过整体延伸与性能提升的工程。幻象战机在台湾已经服役了整整26年，随着岁月的流逝，这批战机的使用寿命逐渐逼近极限，且维修保养成本高昂，远超空军其他机型。当前，台湾空军正积极探讨对现役幻象战机进行延寿升级的可能性，并已与法国达索公司展开沟通。据悉，台湾计划投入477万美元，对9架战机进行评估，以判断它们是否还有继续服役20年的能力。这项评估计划预计将在2026年完成，涉及5项新编预算项目，包括战机机体、发动机、电站系统以及导弹零部件的外购。值得注意的是，首批接受延寿评估的9架战机均为双座型，这是因为双座型幻象战机主要用于新飞行员的训练，因此使用时长相对较长。若这9架双座型战机能在法国的技术支持下顺利完成延寿升级，那么其他40余架战机也有望获得类似的翻新，从而继续为台湾空军执行短期任务提供有力支持。提到幻象战机，我不禁要提及前年那场精彩的天龙操演。在那场模拟空战中，4架幻象2500战机与4架扮演红军的 F-16V 战机展开了激烈较量。据空军飞行员透露，凭借出色的团队协作和战术运用，幻象战机成功将4架 F-16V 战机全数击落，而自身仅有1架战机受损，战绩骄人。看到这一结果，我这位 F-16的忠实粉丝也不禁感到震惊。毕竟 F-16V 作为经过升级的先进战机，在这场较量中却未能占据上风。在战机性能方面，我认为幻象2000与 F-16V 各有优势。幻象2000采用了独特的3角翼设计，使得机翼面积相对机身更大，在保持机身结构重量和挂载能力的同时，这种设计降低了翼负载，使战机在转弯时更加灵活，角速度更高。然而，3角翼虽然带来更快的转弯速度，但也导致主翼展现比降低，从而增加了阻力。因此，在完成转弯动作后，幻象战机的速度会显著下降。这一现象在持续转弯盘旋时尤为明显。此外，在急速爬升时，较低的机翼展现比
也会增加爬升阻力。除了机翼设计外，水平尾翼对飞机在垂直方向上的机动性也起着关键作用。像 F-16V 这样的常规布局战机，可以通过水平尾翼来灵活调整飞机的俯仰姿态，而幻象战机由于没有尾翼设计，只能依靠主翼前缘和主翼后缘的机翼来调整升力作用点相对于飞机重心的位置，这使得幻象战机在垂直机动性方面稍显不足，操作空间相对较小，纵向姿态的操作敏捷性也不如 F-16V 战机。幻象战机的研发时间与 F-16战机相近，它最初是为了满足高空高速拦截苏联轰炸机、弹道导弹等威胁而设计的。随后，经过不断的衍生发展，出现了多种针对不同任务的型号，如空优型的幻象 2000C、攻击型的幻象 2000D、核武攻击型的幻象 2000N， 以及最新的多功能性幻象2500，这也是目前台湾空军的主力战机。这些衍生机型在外观上虽然相似，但在作战设备设计、工艺和材料等方面各有特色。其中，幻象2500无疑是这一系列中的佼佼者。相比之下， F-16战机是基于美军轻型战斗机计划而诞生的，初衷是作为制空战斗机与 F-15形成高低配置。经过多次性能提升， F-16已成为多用途战机的佼佼者。其优秀的性能和低廉的价格让它在国际市场上备受欢迎，成为产量最高的机种之一。F-16V 则是 F-16系列中的翘楚，代表着当前最先进的技术水平。这次我们将台湾空军升级后的 F-16V 与法国的贵族战机幻象2500进行对比。尽管看到 F-16V 在模拟空战中不敌幻象2500，但作为 F-16的忠实粉丝，我仍然有些不甘心。在动力方面，幻象2500搭载的是 M53P2 发动机，这款发动机在 M53系列的基础上融入了 M88 发动机的先进技术，采用模组化设计，方便维修。其设计侧重于高空高速飞行时的性能，对不稳定气流的适应性极佳，并经过实战验证。而 F-16V 则采用普惠 F100PW229 或通用电气 F110GE129 涡扇发动机，最高速度可达2马赫。在单发战斗机领域，双方的动力性能相差无几。在航电系统方面，幻象2500的 RDY 雷达是其核心优势之一。这款雷达性能先进，处理能力远超 F-16E 所使用的 APG-70 雷达，具备对空对地探测能力，甚至可以通过被动探测方式识别敌方战机型号。其最大探测距离达到150公里，可同时掌握24个目标，并对其中8个最具威胁的目标进行持续追踪扫描。在雷达的指引下，幻象2500可同时对4个目标进行打击。而 F-16V 在升级时对航电系统进行了全面升级，其核心是换装了更为先进的 APG-83 雷达。这款雷达的探测距离达到370公里，远超老式 APG-66 雷达的140公里。这使得 F-16V 在面对5代机时，在雷达探测距离上不再吃亏，具备先敌发现能力。同时 APG-83 雷达还强化了 F-16的多用途能力，不仅可以对空、对海、对地作战，还可以有效应对低慢小无人机，甚至具备一定的反隐身能力。它可同时跟踪20个目标，战场感知能力提高了220%。与此同时， F-16V 战机引入了全新的 MMC70AH 计算机，其处理速度相比 F-16早期型号翻了1番以上，存储器容量更是跃升至旧款的10倍之多。谈及武器系统，这无疑是战机性能的核心所在。2000战机拥有9个武器外挂点，左右机翼各设2个，能够挂载各类对空与对地攻击武器。在空战方面，它可以挂载 Mike 中短程空导弹，其最短攻击距离仅为500米，比 AM9 响尾蛇导弹还要短，而最远攻击距离则超过60公里，与 AM120 导弹相当，兼顾了短程与中程的打击能力，既减少了后勤压力，又提高了作战灵活性。此外，它还配备了魔术2型格斗弹，有效射程达5公里，抗干扰能力卓越，即使在9G 加速下也能稳定发射。对于对地攻击， M39 公射型飞鱼导弹是其得力武器，曾在马岛战争中大放异彩。然而，台湾装备的幻象2500战机则主要专注于高空拦截，并未配备对地武器。谈及 F-16V， 它在升级过程中优化了武器挂架设计，如今能够挂载新型武器和吊舱，
这是其显著改进之处。要知道，早期的 F-16并不具备发射中巨弹的能力。就在2023年1月，台湾军方宣布采购了100枚 M9X 响尾蛇空导弹，价值高达23亿新台币。这款导弹射程远达26公里，飞行速度达到2.5马赫，能够大幅拓展空战中的可锁定空域，并具备离轴发射能力。而在2023年3月，美国正式批准向台湾出售包括100枚 AGM-88B 反辐射导弹和200枚 AM-120C8 先进中程空导弹在内的一批武器。其中 AGM-88B 导弹是美军现役装备，也是 AGM-88系列中产量最大的型号，能够打击150公里内的多种雷达探测系统。而 AM-120C8， 也就是媒体所称的 AM-120D 型号，是美军现役最先进的空导弹，射程可达160至180公里。F-16V 战机完全可以根据任务需求，灵活挂载 M9X 短程与 AM-120D 中程空导弹，甚至发射空射型鱼叉反舰导弹。此外，它还能挂载多种炸弹，用于地面打击，以及用于侦察或干扰的外挂设备。这些都是现役幻影2000余 IDF 战机所无法比拟的。值得一提的是，台湾空军明年的预算中还包括了470亿新台币的军费，将用于采购 F-16专用的远距精准弹药，旨在实现反舰、远距精准打击以及摧毁敌军雷达等目标。尽管幻象2500与 F-16V 各有特色，但 F-16V 在瞬时盘旋、挂载量以及多用途能力上显然更胜一筹。然而，有传闻称 F-16V 在模拟其他战机时受到了严格限制，导致其 NFH-83 雷达性能未能充分发挥。当然，飞行员的技术水平也是影响战机性能的重要因素。因此，有人猜测这可能是为了推动幻象战机延寿升级计划而有意为之。那么，你们对此有何看法呢？好了，本期内容就到这里，我是环宇哥，我们下期再见。